干嘛不吃呀？今天玉米粉和狗粮它不要了，它只要肉。3、6、9吧，剩9只了。3、6、9，9只。这个折损率太快了。今天用炭火烤葛根粉，因为它还是湿的嘛，需要把它烤干。沉淀的好像还是不是很充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啊，那就只有等大伯过来，看一下能不能做，应该是可以的。伯伯过来了，你背的什么？啊，是铁丝网，就是萝卜啊。大伯背了铁丝网，就搞的铁壳嘛。背了几个萝卜。屋里大有萝卜，那等下这酸萝卜后面。好吧。酸萝卜是我的最爱，这段时间忙得没时间做。家里还有那么多萝卜，那足够了。这个铁丝网的话，就是防止野生动物啊。但是你应该没几年了嘛。就剩这么点的。然后就贴烤房上面，防止野生动物来偷吃腊肉。看着能走了没？也有这么多粉嘞，可以哦。有几斤啊？这个有大2、3斤。这么多只才2、3斤？那你在这也烘干嘛？在这看。我端起来差不多都有7、8斤啊。大伯说烘干了只有2、3斤。那等一下看一下，我估计怎么样5、6斤应该有吧。怎么样都说有这么大一盆。昨天我发了个金子的视频，我第一批金子已卖出去了1个多月了。然后有的朋友他同时在网购了金子和我的金子泡酒做了一个对比。看图片啊，能明显的区分出来，在网上买的那种金子泡酒泡出的颜色更好看。因为它的更红啊，我的没那么红。这个应该和品种有问题啊。你就像这个葛根一样，就是野生葛，它没有经过人工选育，没有经过杂交改良，所以它出粉率很低。金子也是一样，都是叫我们村里老人到山里面去摘的，都是一些老品种、野生品种，哪里经过人工选育、杂交改良是吧？所以它品质和人工选育、杂交改良的肯定要差一点。所以的话，我的金子泡出来的酒不会有那么红，就像我昨天喝那个金子酒一样，只能到那个颜色，差不多快2个月了。如果说你要买那种泡出来很红很红的那种的话，就不要在我这里来买，就可以在网上下单。那种确实看起来很漂亮。拿的，感觉大部分都是水啊。不是水。再次过滤。以前一个纱布就是我们我看那个老人家过去是挂过钟了，要不然挂的是。到钟没纱布好了。哇，都结冰就厚的。流出来就是水是吧？然后流到里头的是粉。这样的，大伯是按照以前的老方法这样做。以前的话就是用那种棕那种丝过滤，然后也是放到草木灰上面。这些方法难怪手工会被淘汰哦，效率太低了啊。然后草木灰的话就会吸潮，把水分吸出去，然后就留下粉在上面了。
这下面没什么草木灰啊，就生过几次火。可能要拿到我下面的火坑里面去啊，这里一点点灰。咪咪，你别捣蛋啊！盛了差不多快1个小时了，还是这个样子。主要是下面灰太少了，所以它吸潮能力没有那么强。太阳出来了，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。现在把上面的空隙用铁丝网把它钉住。皮要拿上来啊，皮要哎。慢点啊。刚才我说我上去钉，但是无论做什么事，大伯他都要亲力亲为。他总觉得他比我做的要好，可能总觉得比我做的要好的多了。葛根粉大家也看到了，大伯说应该只有2、3斤粉。那这样低的出粉率的话，那就没办法做了啊。如果说有个8、9斤粉啊，那完全可以做啊，7、8斤粉都可以做。你们要葛根粉的话，就去网上拍嘛。我看网上他们也上面都写的是纯野生葛根粉啊，只要几10块钱一斤啊，贵的也就是100、120啊。你们可以去网上拍啊，我这里实在是做不了。刚才大伯把门重新修整了一下，就是这是一个出入口了。然后这上面全部钉了铁丝网了，野生动物就进不来了。但没什么变化啊。灰太少了。拿电开哦。拿电也对那设备干啥子嘛？在这不好拿的嘛。这儿可能板子。这里个板子，本来就够大的，大的。呀，这哪块啊？哪块啊？还是放到下面火坑去吧，这里没什么灰。哇，就这么一点，烤干了，可能都还没有2、3斤哦。以前老人家他就是搞的那个稍微压着它直接就放到灰锅头的，在锅头，在那边压灰的。大伯说以前，做都直接放到灰上面，都没用草的。这里灰重一点。这样把它灰搞蓬松一点啊，它吸潮的能力就强一点。哇，如果说这个能做的多啊，一次能做7、8斤，像这样放了，你们还敢喝这种吗？但是以前我们这边，都是这样做的。是，你还没吃的，叶子硬一点。垫子硬，就是要变低啊，干没得了。它这捏得起多多嘛，是不是？在这捏不起多多。然后等水分吸干了之后啊，就捏成一坨一坨的。我们这边啊，以前都没做成粉，就是直接做成一坨一坨的，就是放在锅里面煎，就是锅糍粑。
制作成粉呢就是这种颜色，也不是纯白啊，像是米白一样的。这湿的还是蛮重啊。大伯说烤干了差不多有1斤。稍微干一下水汽，然后再烤。这个还是哇，干的挺快啊，因为下面灰比较重，所以它吸的比较厉害。现在就这一多，干了就像泥巴一样的。老一辈啊，就是采取这样的方法。不过这样的方法，我发出来了，你们可能不敢喝这种了。不过草木灰本来就是消毒的啊，也不脏，是不是？大伯说，其实啊，隔着一层纱布，下面是不会沾到灰粘到葛根粉上面去的。老一辈就是这样的方法，不过太耗时间了，太麻烦了。所以的话，工业现代化就取代了这些农村传统手艺，所以这是一个必然现象啊。现在开始捏成团了，就像泥巴一样啊。我们这边做格糍粑就是这样，然后的话就放到锅里面煎，就是煎粑粑、裹糍粑，就直接煎熟了这样吃的。就是薄薄这么一层，和小时候玩泥巴一样的。没有灰啊，他就把它隔开了。这个一烤干了啊，淀粉应该是比较轻的啊。也不是嘞，加上大伯手里这一坨就是5坨，然后碗里还有一碗就是6坨。哇，竹鸡叫的好欢哦。一般来说春季啊，竹鸡是它的繁殖季节，这山里面竹鸡非常的多。竹鸡学名好像叫竹丝鸡吧，竹鸡、金鸡、斑鸠。2.46公斤，那就是4斤9两2，只有4斤多。大伯说烘干了只有2斤，可能还不到2斤啊，因为淀粉是很轻的。既然不到2斤的话，我和大伯商量了一下，要不然吃一餐饱葛糍粑吧。几年前吃过，很好吃，就是用葛根做成的粑粑，叫葛糍粑，就是放在锅里面煎熟了，当着粑粑一样吃，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那种葛根的味道。再把它调成糊状，这就是按照以前的葛糍粑的做法。还是几年前吃过啊，很好吃，吃到嘴里满口的葛香。同样的倒油，哇，这么多油啊！把油全部把它弄均匀。下葛根粉啊，葛根，哇，这样下的。以前吃不饱饭啊，就是这样煎。难怪要多油了这种。以前人吃不饱饭，被迫吃这种。现在人生活条件改善了，这种倒成了稀罕物了。哇，哈哈，黑不溜秋的，但是都闻到香了啊！浓浓的这种葛根的香味就能散发出来了，煎的散发出来了。这面也放一点盐。
放到菜板上面冷却，冷却了之后，然后再割成一块一块的，好香哦！这种放冷了，然后就把它切成块，放到盘里面。方块。以前吃不饱饭的时候，这种就是主粮啊。我吃一块。虽然说煎熟了，葛根的那种味道的话是煎不掉的，吃到嘴里全部都是葛根的那种味道，口感很不错。大伯在做菜，等一下这个就是当主粮当米饭，然后来下菜。浓浓的那种葛根味道，姜蒜，今天炒个青菜，炒油渣，今天没有风就是爽。青红椒，油渣放在冰箱里的油渣，这种油渣下小菜是非常好吃。下青菜，这种油渣下青菜下面条，特别好吃。炒好了，青菜油渣，这个是葛糍粑。这2天都在和大伯喝金银子酒，这种金银子酒很好入喉。来，菜哥。不但有金银子的味道，酒的味道也是浓浓的味道啊，没有被金银子覆盖。阿七啊，好，今天够辛苦啊。如果说没跟你说这种是葛糍粑，你这样吃起来也能吃出葛根那种味道，除非你没吃过葛根，这吃鲜葛根的那种味道，香啊！以前人吃不饱饭啊，还在享福啊。呵呵。那以前就没有油煎的啊。就没有油煎，分多少油煎嘛？那光锅子啊，就锅子大地了。明天的话腊肉就上架熏了。因为这次没有做腊排骨，所以的话我的腊肉的话全部都是带骨的。我们湘西这边熏腊肉啊，基本上全部都是带骨的。因为有的朋友他跟我说，他说有没有不带骨的？我全部是带骨的，因为他说带骨的他不会砍不动。那没办法，全部是带骨的。看下皮还熏不熏吧？下皮如果熏的话，就做一些腊排骨。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些无骨的腊肉了。而且我的腊肉，很多朋友给我发图片，他说谁的又很红，谁的又很好看。我熏不出来那个样子，我不知道大伯能不能熏得出来。我们这边腊肉，反正熏的时间，刚刚新鲜腊肉熏的时候，它是黄黑的，就是那个样子。老腊肉了都是呈黑色的，不会呈红色啊。它啷个搁红的是啷个搁红的呀？不晓得。有的我看他立那个为标志立那个一个也是个红家，不晓得是哪么过的。
哦，我刚才问大伯，我说腊肉怎么把它熏红，大伯他也不知道。不过腊肉的话，每一个地方的口感啊、风味都不一样，所以不吃习惯我们这边腊肉的就不要下单。你下单的话就可以试一下，下一单试一下。有的朋友确实没吃习惯腊肉啊，所以觉得腊肉的话不好吃。今天这个锅子把如发。它这个真是属于原汁原味的这个了。样子看起来，你看着它一点就是带过了。大伯说这种就是原汁原味的，确实吃起来就是吃到嘴里就是吃新鲜葛根，就是从土里才挖出来那种葛根那种味道。这种油渣下面条，这样炒青菜，这样炒一下软了，很好吃。好，很软。